那么接下来的环节，相信很多观众已经迫不及待。没错，本期《这就街舞》的4位队长已经来到我身边，让他们依次和大家打一个招呼吧。让我们欢迎王一博队长。Hello， 大家好，我是王一博。韩庚队长。Hello， 大家好，我是韩庚。李承铉队长。Hello， 大家好，我是李承铉。刘雨欣队长。大家好，我是刘雨欣。好的，再次欢迎4位队长的到来。那么今天虽然很多媒体朋友没有办法来到现场，但是他们一直以来都关注着节目的进展，也非常期待4位队长的表现。节目组邀请了一些媒体朋友们通过视频的形式来发来了他们感兴趣的问题，与4位队长进行隔空交流。让我们看看媒体都提了些什么问题。来，请看第一个视频。王一博队长您好，我是新华网的记者杨光。我想要问的问题是，在去年的节目中，您有说到想让中国街舞走向世界。那么今年的新生代舞者们涌现，你对于他们有怎样的期待呢？我是觉得我们现在中国街舞的 breaking 已经走向了世界，因为在前段时间在法国的一个锦标赛上，我们中国的一个女的 B girl 已经拿到了冠军，同时的 B boy 商小雨也已经拿到了4强。非常的厉害，我觉得现在，我们的中国的 breaking 的成绩已经走向了世界，已经往着更好的方向发展了。好的，谢谢王一博队长。那王一博队长刚才提到的，就是之前在法国一个比赛，然后 B girl 671，然后还有商小雨拿到了冠军和4强成绩。其实这是国内一个成绩上的突破，一个历史，对，一个历史，也说明了年轻的舞者正在顶起了中国街舞的未来。对，谢谢王一博队长。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个问题。我是央视网的记者，我想请问韩庚队长，您这一路走来，看着选手们一步步走进大师团，第5季又迎来了一些新生代，您有什么感想吗？另外就是您跟着这街一路成长，您自己觉得个人最大的变化是什么？谢谢。我这一年已经参加了是第4届，对，从第1届开始一直跟着这就是街舞一起成长啊，一路走过来，我觉得大家都非常不容易。从最早的时候，对街舞的很片面的认知，一直到现在，很多的年轻人，甚至中年人，甚至年纪更大的人都开始学街舞。对，完了各种的大的一些比赛，国际比赛都拿到特别好的成绩。我觉得这几年的发展非常的快。包括看见很多的一些舞者就不断的在成长，所以这一年呢会迎接很多一些新的舞者，我相信他们就是街舞以后的未来。好的，谢谢韩庚队长。那我们来看下一个问题。李承铉队长您好，我是中国网的王飞鹏。了解到您第1季就入坑《这就是街舞》，想问一下您最喜欢节目中的哪个环节？我比较喜欢看作品性的，我觉得舞蹈对我来说是一个表达很多不同的艺术的一种工具，所以在作品里头，如果可以给到一种故事性的，然后用舞蹈来加上这个效果，我特别喜欢看一些作品性的舞蹈。好的，谢谢李承铉队长。来，我们一起来看下一个问题。刘雨欣队长您好，我是中新文娱的记者。我想问的问题是，今年的新生代舞者们有很多都是同龄人，作为队长，您将会如何发挥自己的职能，激发大家的潜力？对您来说，最大的挑战是什么？谢谢。对我来说，刚开始应该是比较鼓励激发式的方式，因为很多大家都是第一次录节目，所以更多的希望给他们多的机会去把自己真实的水平发挥出来。那当然后面会越来越严厉。对我来说，挑战最大的应该是内心的狂热要挑战外表的慢热。好的，谢谢刘雨欣队长。那我们来看下面一个问题。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3联的 Zoe。然后我想问一下刘雨欣队长，就是作为这届的首位女队长，您会更加关注女舞者的表现与成长吗？这季是否有您印象比较深刻的舞者，能不能分享给大家？谢谢。
对我来说大家都一样。那因为我自己本身跳 popping， 所以会更加关注 popper。那今年也有几位非常优秀的 popper， 包括有海外的舞者，还有我们很多新生代的舞者，他们的舞蹈实力都还是非常成熟的。好的，谢谢刘雨欣队长。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第6个问题。李承铉队长你好，这里是网易娱乐，我想问的问题是，今年您的战队名字叫新营派对，想问一下灵感来自哪里？这个灵感可能有点明显吧，毕竟我女儿也叫 Lucky， 但我是觉得人生当中幸运这个成分是避不掉的。我相信每一个人的人生会来不同的机会，但是这个机会是能不能抓到，是给到已经准备好的这些有备而来的一些人，所以我起了一个 Lucky 战队。好的，谢谢李承铉队长。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个问题。韩庚队长你好，我是文汇报的王艳。我的问题是，本季这届取消了街道的概念，由4位队长共同选拔。在你看来，队长的职责上与往季相比有什么区别呢？谢谢。这一季确实变化还是挺大的，因为这一季是4位队长一起来去选一个青训营，是吧？叫青训营，所以要选出青年里边最好的一些舞者。就反过来说，反而让我们压力会更大，因为去选一些更好的青年的舞者，那也是代表的以后，代表的未来，去代表的街舞的一个态度，还有他们的一个精神。所以这一季，我们4位队长还有加上大师团，我们共同来去选择一个更好的一个 team， 一个青少年的一个街舞 team， 反而压力会大一些，没有接到，没有自己战队之后，反而压力会更大一些，对，责任会大一些，明白，谢谢韩庚队长。那我们来看下一个问题。王一博队长你好，我是来自微博综艺的 KP， 我要提问的问题是，了解到您在之前《热烈》这档电影中与这届很多的舞者进行了合作，那么在拍摄完电影以后再来拍摄综艺，在整体的心态包括体验感上，咱们有什么变化吗？可以跟咱们分享一下吗？一个是综艺，一个是电影，对，一个是综艺，一个是拍戏，就是有非常大的区别，对，就是态度上，不是说态度上，就是环境上会有很大区别。你觉得呢，辉哥？就是其实电影和综艺，它就是本身它创作所要产生的结果可能是不太一样的嘛，所以他们的方式不太一样，但整个过程中大家都是为了能够创造出一个更好的作品和一个更好的结果而一起努力着嘛。对，对街舞的态度还是一样的。对街舞的态度是一样，只不过工作的环境不一样了。对。好，谢谢王一博队长。看下一个问题。Hello， 大家好，我是猫眼娱乐的可心，想问一下王一博队长，看到今年的新生代选手，有没有想到曾经学舞的自己？你在学舞的过程中有哪些难忘的事情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其实，在热烈里会有看到像以前小时候的自己，因为在热烈里会有我的一些替身代替我做一些我没有办法完成的 breaking 动作，非常的感谢他们。那有一些小孩就是真的是练一个招，他帮我摔，就是帮我做那些动作，会让我想到我小时候的跳舞，我小时候就是对舞蹈的那种热爱啊。对。好，谢谢王一博队长。那我们来看下一个问题。韩庚队长你好，我是南都娱乐的付球球。那我想问的问题是，节目录制到现在，对2位新队长的印象是怎么样的呢？然后现在可以和2位新队长分享一些和导演组斗智斗勇的小妙招吗？其实没有什么斗智斗勇，就见招拆招就好了。对，2位新队长的加入呢，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事情，因为刘雨欣呢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也是非常棒的一个舞者，一个 popper。
对他对舞蹈的一些认知，甚至说他的专业性是非常强的。程炫呢更不用说了，他对音乐的理解还有一些节奏把握上非常的强，所以能加很多的一些彩蛋吧，对，所以也能选出很多的一些优秀的舞者，好，谢谢刚哥的分享。其实，斗智斗勇有小妙招啊，没少分享啊，在节目里面，大家可以看最后节目都可以发现。对，你就看节目组要出什么招，我们就要拆什么招。现在真的是见招拆招，每一招都能拆了。因为每一天都不一样，关键是。好，谢谢刚哥队长。我们来看下一个问题。李承铉队长你好，我是搜狐娱乐的马荣玲。我想问的问题是，去年天上飞的低音炮火遍全网，那今年在这届的舞台上，你有没有特别想尝试的新技能呢？其实我觉得我的开枪秀应该明天就播，对吧？我已经尝试了我特别这么长时间没有尝试过的一种国风的一种风格和一个舞蹈风。其实舞蹈我是一直特别喜欢，但是我的舞蹈实力没有其他3位队长那么好，但我还是希望是可以用这种作品式的方式来表达我的热爱啊。好的，谢谢李承铉队长。接下来我们来看第12个问题。我是新浪娱乐的记者小冉，然后在这里想问一下刘雨昕队长，你最擅长的是 popping， 然后但最近呢，你也发了一个全舞种的专辑，用电影的方式串联在了一起，所以这次会带来除 popping 以外的其他风格吗？那就请多多关注这街舞。好，谢谢刘雨昕队长。那我们来看下一个问题。大家好，我是刺猬公社的记者欧阳，然后想提问的是王一博老师，本季的舞者有没有之前就比较关注的呢？会不会考虑这一次和他们一起来一个合作舞台？有啊，像 Dickens 就很关注，因为通过 Zico 了解到了 Dickens 是 Zico 的搭档，那知道他们的风格都很特殊。是不一样的那种 hiphop 的风格，就很关注他的跳法会跟 Zico 有什么不一样的方式，然后也很关注 Q 卡，因为小时候关注到买卡在 KOD 4，KOD 应该是5还是4拿到了冠军，当时就很突然一下很出名，然后就关注到了买卡，同时通过买卡然后关注到了 Q 卡，然后就很喜欢他们那种大开大合的那种 hiphop 的方式，所以说非常关注这2位选手。好的，谢谢王一博队长。我们来看下一个问题。各位队长好，我是娱乐硬糖的记者刘小土，我想问一下韩庚队长，能不能简单说说这一季节目的亮点？以及小小的剧透一下今年的赛制。赛制今年还是跟往届真的是挺大不同的，对，因为这次的赛制呢，我觉得真是陆导已经想的已经快疯掉了。这个赛制，就是刚开始跟我们说的时候，我也是有一点懵，对，就慢慢你再去理解的时候，我觉得这个赛事还挺有意思，跟往届的不是一个团队战队形式的，反而是4位队长一起来去选一个最好的一些青年的舞者，对，所以这个过程里边其实还挺艰难的，因为里边有太多的一些年轻优秀的一些舞者，就是淘汰谁，我觉得都比较可惜的。我觉得现在的一些舞者真的是。优秀的越来越多，对，有前途啊，包括真的是能看到未来街舞的未来。我觉得希望有更多一些年轻的舞者就更加的努力。我觉得未来的街舞世界和街舞的一些行业里面，你们是最闪亮的星星嘛？对。好的，谢谢韩庚队长。那我们来看下一个问题。Hello， 李承铉队长你好，我是独谋的吴艳宇。那么我们想提问的问题是，之前你也有在其他的节目当过队长嘛？那这一次在这就是街舞当队长，感觉有什么不一样呢？
我觉得有很多的相似的，但是我觉得不一样的是，之前我也是一个选手的一个身份，然后是其中一个队长。这次呢是更像一个老师和一个顾问的一个角色的一个队长。我觉得我们4位队长一起合作起来，我们个人喜欢的审美也有不一样，但是还是对于这个舞蹈的热情是存在的。所以我们想要发现的是哪一些年轻舞者是有潜力，我们是要发掘他的潜力性，他基础的技术肯定都是一个基本的水准肯定在的，但是我们想要找出的这种有潜力的一个东西，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不一样的一个部分。这次。好的，谢谢李承旭队长。接下来我们来看媒体朋友提问的最后一个问题。刘雨欣队长您好，我是淘叨叨的 Turia。今天我想提问的问题是，唱跳是您擅长的领域，街舞也一直是热爱所在。那么在您心目中，唱跳舞台和街舞舞台有什么区别吗？我觉得唱跳是唱在先，跳在后，所以很多时候编排的时候不会把动作编排的那么满，因为要给唱留出空间。但是街舞来说是纯舞蹈的一个诠释，所以可以 freestyle， 可以把音乐和动作编排的很满，跳得很满，而且也可以完全的释放自己。好的，谢谢刘雨欣队长，也谢谢4位队长精彩的作答。那么我们的提问环节暂时就到这里告一个段落，也感谢媒体朋友们一直以来对节目的支持。